大家好，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中医内科主任林宏任。我现在要讲的题目是台湾中医对癌症的治疗策略与想法。最主要是癌症的简介，西医癌症的治疗方法。前面这两个 section 可能讲的少一点，我们最主要重点放在第3点，中医对癌症的看法。还有手术、放疗、化疗后中医的辅助治疗，其他是在台湾使用的一些中药的产品。那恶性肿瘤是怎么来的？是从希腊文过来的，从上皮细胞所变化的而成的恶性肿瘤。那中文翻译成癌，那在西医用拉丁文翻成 cancer， 也就是螃蟹的意思。中文翻译成癌症，那盖伦则用 oncos 这个东西来描述所有种类的肿瘤，这也是现代肿瘤学 oncology 的命名的由来。那这一张 slide 是让大家看一下癌症的形成，从正常的细胞被自由基的攻击之后，不管是正常细胞或是脂肪瘤，常常会慢慢演进成癌细胞的肿瘤。当肿瘤长大，会变成恶性，会透过淋巴的腺的扩散或血液的扩散，导致了癌细胞的扩散。那我们如何预防癌症的形成？最常见到的是消除自由基、消除脂肪瘤，或者是消除肿瘤。在癌症的过程当中，常常就会忽略掉的一些症状，像我这里有看到的一些红色的字，像说消化系统的问题，像莫名其妙的胃的不舒服或痛，或者是说会胀，像这种，或者是说没办法解释的体重的减轻，或者是产生了黄疸，或者是没办法或很难的吞咽的过程，或者慢性的那个胃灼热感，这一些都是很多的我们常常被忽略掉，癌症前期所发生的一些症状。那癌症在西医来看，可以用手术的方法，如果能手术的话，再过来是化学的方法，或者是放射疗法，也有标靶疗法。那当然后面也有一些细胞免疫的治疗方法。那化学方法里面常常看到的有这几个药，像 cisplatin 5-FU-S1 这种的，常常都是因为西医治疗用化学治疗之后产生的副作用来给中医看的。像这一些像 cisplatin 产生的一些消化系统的问题，像恶心、呕吐，或者肾脏毒性，或常常有听觉、耳鸣，或者是血液方面的问题，或周边神经的问题，常常会产生。5-FU 也是，那 5-FU 常常会有口腔炎或食道炎的问题，白血球也会下降，或者产生的一些皮肤的丘疹、皮疹等等。那 S1 也是，给各位当参考。那 Target Therapy 里面有这几种的常用的标靶的用药，它本身也会产生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或者是抑制免疫，像骨髓抑制、贫血、白血球下降等等，或者是疲倦，或者是有人有高血压的问题。那这一个 Herceptin 这个贺癌平也有一些消化功能的问题、肝功能的问题，或体重的减轻，或者是呼吸道的问题。那这个吉舒达也有一些相关的副作用产生。那以大肠癌来看，像我们所用的这一些化疗药有这么多，它本身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像说结瘤打，它肠胃的不舒服、疲倦、无力，还有一些手足症候群，除了红肿疼痛以外，颜色会变黑，或者是会麻、会痛。阿萨利普拉汀它本身也会有消化系统的问题、血液学上的问题，或者有时候周边的神经病变会产生
周边神经像手指足板的地方麻的感觉会出来，或者是疲倦，或者是发烧，像这抗癌头有一些消化性的疾病，或者吊滑、口腔的溃疡等等，这个药也是这个合成的药。那所以给各位当参考，有这么多的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西医有时候会把一些药做合并的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可能周边神经的问题，血球下降的问题，消化道的问题，手足症候群的问题，这一些常常都会产生。那target therapy 有这么多的药常常在使用。那这个是 immunotherapy 的 drug， 这一些药给各位当参考。那这一些常常会产生了很多的一些症状。这里有提到像皮肤的、腹泻的、肠炎的、疲倦的。那为什么会要讲这一些这么多东西？因为之后我们在中医来看，可能在手术或者化疗、标靶治疗、免疫治疗或者是放射疗法，常常有一些副作用，我们中医的配合来处理。这一些就是一些 target 的地方产生的一些症状像这一些皮肤的问题、腹泻的问题像说呕吐的问题，常常会产生或者是说周边的水肿问题这一些给各位当参考。那我们中医跟西医如何配合呢？西药讲求的是效果，它会看肿瘤的种类，它搭配的药物，它还会看它的剂量跟它使用的频率，但是无可后援的，它常常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那我们中医配合的时候，常常在处理副作用。那我们中医看什么？看症状，看症候，看脏腑。所以我们会了解它的器官的功能，了解它的营养的状态，或者是它年龄的问题，在的考虑整体的观念如果说西医的副作用有多少，我们还要看这些问题来配合。那中医来看，为什么会有癌症的产生？第一个，它的病因认为是感受外邪，常常说病原体有关。那内因的话，产生的是七情内伤或饮食失调，所谓的喜欢吃高粱厚味的东西常常会。那另外一个，我们常常会看到比较年纪大的细胞的衰老，或者是细胞容易产生的突变，或者一些脾肾衰败的之人，常常会看到。所以林书里面就有讲一句话：壮人无饥，虚者有之。所以当你有虚掉以后，体虚以后，气虚阳虚以后，常常会有这种癌症的侵患。好，那我们要看的是正气。那正气最主要就是说，癌症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的局部表现，跟人体的免疫系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中医诊治癌症的过程当中，比较注重内在的因素内经曾经有讲过一句话，叫做邪之所措，其气必虚那致病因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4大类，在中医来看是这样，像外感六淫、情志郁结、脏腑失调，或者是饮食不节，有这么多。那我们对中医学对癌症的发病过程，我们可以看得到是这样刚开始是一个脏腑阴阳气血的失调，产生了正气已虚，外邪入侵之后产生的一些病理产物，像痰湿气瘀等薄解，最后产生真假俱聚产生了癌症的产生。那中医对治疗癌症的看法是这样的，依照了中医的理论，用了治综合的方法，强调了阴阳平衡，也就是动态平衡的方式来治疗。那依中医的辩证法则来论治，常常会看到这几个这个症型，像说热运独聚型，或者是气滞血瘀型；第3个是湿痰硬结型，或者是脏腑失调型。那我们中医治疗2大方向是，第一个是扶正提高人体自身的调控能力，而不是一定是调正气常常有人讲说调免疫调高一点，其实不是，我们中医调的是平衡第二个是去邪，就是消灭癌细胞
好，那我们治疗的想法有可能是这样：脏腑阴阳气血的失调，我们来调节阴阳的平衡。若已经到达虚症的时候，我们要扶正。如果外邪是风寒暑湿燥火，是哪一个邪气所侵，我们要去邪。那最后产生的一些痰湿气瘀，那我们要去驱除它的病理产物。如此，在预防癌症的方式想法，常常就会有这种方式来处理。刚刚提到的中医药治疗的癌症的2大方向，一个是扶正，一个叫气血。那扶正当中，我们是运用补益的药物，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调整人体的内部的平衡，那是治疗恶性肿瘤的关键。那去血的方法，西医的方式也叫做去血，在中医呢，一般是热者寒之，寒者热之，结者散之，有关于这样的理论来选用相关的药物来消除肿瘤之目的。接下来第3点，除了那扶正去血之外，接下来我们看一些化疗的毒副作用。我们中药来降低它的化疗的毒副作用，像说身体会呈现虚症、虚热症，我们可以去分，像呕吐属于胃气上逆，腹泻、口淡叫脾虚，调滑叫肾虚等等这一方面的。那还可以改善化疗治疗所引起的免疫低下、骨髓抑制、神经毒性或脏器的损害。第4个，我们可以降低放疗的毒副作用，也叫做毒热，像说口干、牙龈、肿痛属于胃热，皮肤红肿热痛属于血热，大便黏臭或便秘属于大肠腑的湿热。有关于中医学对癌症的西医治疗后中医的辅助疗法，那最常见的就是用化学跟放射性疗法的毒副作用，我们如何降低？刚刚有提到了。那这过来就是脏腑阴阳气血的失调，我们要调整阴阳平衡。那最后我们正气以虚，我们来扶正。那扶正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几个方法，像益气健脾法、养阴生津法，或者是滋养阴血法，还是温补肾阳法，大概是这样。那有关于这里面给各位当参考。那我们有看到的益气健脾，常常是用黄芪、人参、党参、太子参这一类的。那有关于高丽参，需要虚症或寒症的患者来吃。如果有虚热症的话，高丽参尽量不要使用。那养阴生津的方法，常常都是滋阴的药，常常像生地、麦冬、玄参等等石斛、天花粉这一类的可以使用。那滋养阴血的方法常常是熟地、当归、阿胶、白芍、龟板胶等等。但是因为放化疗后的这些患者常常脾胃都已经虚掉了，所以使用滋阴养血的方法都要注意护他的脾胃之气，否则他虚也没办法受补，会产生脾胃的滞碍。最后一点是一个用温补肾阳法，一般都是患者到末期产生的胃寒、肢冷等等，我们用的方法像附子、干姜、鹿茸、鲜柠皮等等这一类的方法可以来使用。那去血的方法常常是使用一些清热解毒的方法、活血化瘀的方法、软坚化痰的方法，不得已我们可以用以毒攻毒的方法。那清热解毒常常使用的方法是像说中药有一些像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黄水茄等等，它都有一些抗癌的作用。那活血化瘀方法，我们时常所选的像五灵子、蒲黄，像失笑散，或者是三七，或者是山林鹅竹、桃仁红花都可以来使用。那活血化瘀的方法常常也有一点点镇痛的作用。那软坚散结的方法，最主要都是有痰和黏液的产生。我们常常用的方法是咸软的方法，像夏枯草、牡蛎、海藻、昆木、山茨菇等等这一类的药都可以。最后有一个方法叫以毒攻毒方法，这个是比较少用，我们在用的时候也要小心常常用的动物类药，像全蝎、蜈蚣、蟾蜍、地鳖虫这一类的药请各位在使用方法要小心。有一些方法可以处理的，像
提高癌细胞对放化疗的敏感性，像三黄泻心汤、补中益气汤，它可以对头颈癌、肺癌、消化道癌性的这一些癌细胞可以有提高它的细胞毒杀的敏感度。那很常见的有一些患者，他有肝气郁滞的现象，也就是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像烦躁、忧虑、眠差、很想死，情绪不佳，有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脉象比较偏弦细，苔薄白，直淡红，有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用加味逍遥散或者是甘麦大枣汤来处理。那在手术的癌症手术或者是放疗或者是化疗后，我们如何来看？像口腔溃疡或口腔炎，一般都是放化疗之后引起的。那我们把它归类成牙龈、口腔属于胃，口唇属于脾，所以口腔溃疡常常是以热为主我们用的方法常常是以清胃散，或者是脾火，像纯甘类用蟹黄散，或者是已经到达胃腑有便秘的心烦的现象，我们可以用凉葛散、三承气汤等。后面如果已经到达虚症的，像脾胃气虚、口淡腹泻，我们可以用生理白术散或者是六君子汤加减。到脾肾阳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寄生肾气丸，或者是心肾阴虚，像说疼痛昼轻夜重，也就是晚上会比较疼痛，我们可以用黄连阿胶汤。那有关于恶心呕吐这个方面，我们认为它是属于胃热或者是虚寒。那如果是胃热的话，口干或者是胃的地方上腹的地方会有热感。如果虚寒症的话，像饮一些冷物它会不舒服，或有一些寒热错杂的患者，或者是胃气虚弱有痰浊内阻的患者，我们可以依照不同的症型来使用。像说有胃热，我们可以用橘皮猪乳汤；虚寒，我们可以用黄芪建中汤。那寒热虚实错杂，可以半夏泻心汤。如果胃气虚弱，有嗳气、耳逆的现象，可以用玄附带枳实汤。那接下来有关于腹泻方面，我们认为腹泻属于脾的运化水湿谷物。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可能是大便软的好几次，或者是味道是臭秽的，是腥臭的。我们来分它的症型，第一个是水湿过多，脾气虚弱，湿热或者是寒湿。这里我们可能要注意，像湿热大便臭秽，是属于湿热。那寒湿的话，比较偏向于大便腥臭。那如果水湿过多，我们用的方法是用胃灵汤来用分消方法，利小便而实大便。那脾气虚弱，我们可以用四君子汤加减，或者是生灵白术散。那湿热的大便臭秽的，可以用葛根芩连汤。那一般大便腥臭的，有时候吃到冷物它就拉肚子的，我们可以用理中汤。那有关于皮肤的症状，像说丘疹、痘疮这一类的东西，或者是甲沟炎，常常会认为它是皮肤的红疹，属于血热甲沟炎、化脓属于热毒。那我们可以来分成几项。第一个肺热，像皮肤的热痒；血热，皮肤的红热像这种。那如果到热毒，皮肤可能会化脓。那我们可以从这几个症型来挑选用药，像说肺热可以用泻白散，那血热可以用牡丹皮、赤芍，有些人还可以加到紫草。那如果热毒，我们用苦燥湿寒清热的，用苦寒药，用黄连解毒汤来治疗。接下来我们手足症候群来看，化疗后有一些周边感觉神经的病变，像说它会麻会痛，我们认为是血瘀阻络，可以用舒筋活血汤来做处理。像有一些正纪医学的论文来看，我们有提到的寄生肾气丸可以降低阿萨利普拉汀引起的周边神经的毒性，这一张 slide 可以看得到。那另外一篇 paper 它也看得到，它可以降低 4-FOX 的 regimen 引起的一些周边神经毒性。那在中医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到叶天士所讲的一种通络的方法。叶天士认为络以心为泄，又云心善横行入络，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几个方法来处理
对一些外血流注啦、气聚痰凝啦、脉络凝闭啦，这一些或者是气血皆滞的络病，我们都可以用来用络以心为泻的方法来处理，或者是心散横行入络来处理。那叶天师也认为这个络虚是一症，可以用通补最宜用药要灵活，不要呆滞如滋阴逆浊之品要小心小心。好，那接下来它的用药，像辛香通络、辛温通络、辛润，或用虫类药，尤其是虫类药的使用，可以达到很多的一个很好的效果。它有收风替络的作用像全靴地龙蜈蚣像鹿蜂黄这些都可以使用。那有到后期络虚通补，大家可以使用这一类的血肉有情之品的药那接下来我们看血液的问题，白血球过低，可以用益气补血、滋补肝肾的方法来处理，像说黄芪、太子参、鸡血藤等等这一类药。那我们常常会用八珍汤来加黄芪，也就是十全大补来调理，那再加鸡血藤增加白血球的药物有这么多，我们大概可以分类，像气血的药，像说血肉有情的药，像说滋阴的药像枸杞、拟真子这一类的药或者是补肾的药在里面，它可以增生白血球。那血小板过低常常会出血像皮下出血等等，我们可以用龟皮汤来处理。那有一些中药可以提高那个止痛的作用来提高生活的品质。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51% 的癌症患者有疼痛的副作用，也有 70% 的晚期的癌症的患者有疼痛为主诉。那我们常常可以用中药的五苓止痛散或者是活络效灵丹来处理。那西药用一些吗啡，但是常常会引起腹胀便秘，我们中药可以用大黄、枳实、厚朴、芍药来调节缓解胆道肠道的压力，也可以治疗便秘。那我们还有一个方法用针灸来止痛。那里面有一些药有一些食物的药像咖喱、辣椒、姜这一些都可以让一些蠢蠢欲动的细胞多多睡觉这个大家可以参考这一些一般的食物的用药。那在台湾使用的其他产品，像人参皂苷树健灵芝、巴西蘑菇、中草药，那我提出几个药来讲解。第一个人参皂苷，它有 Rh2它大概可以诱发肿瘤癌细胞的凋亡可以诱导肿瘤癌细胞的分化，那可以提高免疫力，降低化疗的毒性，有效的减小这个放化疗的痛苦程度。那这个给各位当参考，这个它的结构那再过来是黄水茄，有人做一些研究，发表在一些期刊上，它里面有一个有效成分叫 solanazine， 它对这个 TNF-alpha 有一个作用在，它可以让肿瘤细胞坏死。灵芝也是我们在台湾常常用的中药它比较偏向肝平，但是有时候对一些患者比较虚寒症的患者也要小心它本身还是有一点寒症，它主治是虚劳、咳嗽、气喘、失眠、消化不良或者是恶性肿瘤。那在动物的药理实验里面可以看得到，灵芝可以对神经系统有抑制的作用，心房系统降压或者是加强心脏收缩，对呼吸系统有祛痰或护肝或提高免疫或抗菌等作用。那基本上它的抗肿瘤的作用就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增强患者的自身抗癌的能力。那我们可以看得到，灵芝也可以促进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2的生成增进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也可以提升人体的造血能力，尤其是白血球，以及通过其中某些有效的成分对癌细胞的抑制作用。这个大概在台湾有这几个药都可以让我们一些中医师来使用最后
谢谢你的聆听，谢谢。